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40集古装传奇大作《两京15日》，程毅、林更新领衔主演，讲述明朝太子朱瞻基15天内从南京奔袭2200里回北京的惊险故事，有望大爆。2026年的古装剧市场或许很快就要迎来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重磅选手。40集古装传奇大剧《两京15日》自官宣以来便持续占据讨论高位。这部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的作品，由程毅、林更新领衔主演，聚焦明朝历史上一段被明史轻描淡写带过，却充满想象空间的真实事件。明朝太子朱瞻基在15天内从南京沿京杭大运河奔袭2200里，返回北京继承大统的惊险历程。从题材厚度、制作规格到演员配置来看，《两京15日》几乎集合了近几年国产古装剧最具爆款潜质的所有要素，也难怪被不少观众提前列入2026必看清单。《两京15日》的创作灵感源于明史中短短37个字的记载：夏4月，以南京的吕震命往居首；5月庚辰，仁宗不遇，喜书诏骸；6月辛丑，还至良乡，受遗诏，入宫发丧。在史书中，这段叙述只是政权更迭过程中的一个注脚，但在马伯庸的笔下，却被拓展成一场横跨时间与空间的生死竞速。剧集背景设定在明洪熙元年，太子朱瞻基程毅是被派往南京居首，却在当地遭遇突如其来的爆炸袭击。与此同时，北京城内传来父亲仁宗皇帝病危的消息。更为危险的是，皇叔汉王朱高煦暗中酝酿篡位阴谋，太子若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回京，皇权格局将彻底改写。在重重威胁之下，朱瞻基不得不踏上一条几乎没有退路的归京之路。15天内，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北，这并不是一段孤身逃亡的旅程。朱瞻基身边逐渐聚集起3位性格迥异、各怀心事的同伴，玩世不恭却身手不凡的南京捕快吴定元林更新氏，为了查明密友之死真相而卷入漩涡的女一苏京西江佩瑶氏，以及一心辅佐太子、心怀天下的年轻官员于谦吴姓剑士。4人组成的护驾小分队，不仅要面对汉王势力的明枪暗箭，还要躲避连涉杀手的追杀，经历扬州水牢、淮安堤坝民变、曹邦冲突等一系列生死考验。每一战都是一场对信念、道义与人性的拷问。从角色塑造上看，《两京15日》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，在于朱瞻基的成长线。程毅饰演的太子，并非一出场便是英明果决的储君，而是一个养尊处优、尚未真正理解天下2字重量的年轻人。15天的奔逃，让他亲眼目睹民生疾苦、权力阴影与人性复杂，也迫使他在一次次抉择中完成蜕变。程毅本身所具备的那种贵气中带着破碎感的气质，与角色高度契合。他既能呈现太子身份的尊贵与克制，又能演出人在极限环境下的脆弱、迷惘与觉醒。这种从少年到君主的成长轨迹，也成为整部剧的情感主线之一。林更新饰演的吴定元，则是另一条极具张力的人物线。这个表面酗酒颓废、看似玩世不恭的南京捕快，实则背负着见闻救臣之后的身份与血海深仇。他在护送太子的过程中，不断在个人复仇与家国大义之间摇摆挣扎，最终完成自我救赎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林更新不仅是主演之一，还以联合出品人的身份深度参与该剧。这种从创作层面介入的角色定位，也让外界对他在表演上的投入度与完成度抱有更高期待。戏内，程毅与林更新的对手戏被认为是本剧的一大看点，一个是逐渐成长的储君，
一个是看透世事却心有执念的江湖人，气质与立场的差异，注定会碰撞出强烈火花。戏外，两人在片场的互动又时常轻松搞怪，这种反差也为剧集积累了不少路人好感。在制作层面，两京15日同样诚意十足。导演张黎曾执导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其对历史质感和现实主义风格的把控早已被观众反复验证。此次回归明代题材，无疑为剧集的基调提供了坚实保障。剧组在无锡影视基地投入重金，搭建了3万平方米的明代运河实景，从漕运码头到市井街巷，力求还原京杭大运河作为王朝生命线的历史风貌。太子的服化道参考了孔子博物馆所藏明代文物，细节之处尽显皇家威仪。在叙事结构上，两京15日最大的创新在于水陆片的类型尝试。整部剧以大运河为核心空间，采用近乎水上竞速的节奏推进剧情。这种围绕水路展开的冒险结构，在国产古装剧中极为少见，也为观众提供了新鲜的观剧体验。拍摄过程中，演员们亲自挑战大量高危戏份，宝船爆炸、水下搏斗、威亚长镜头等场面均尽量实拍完成，几乎不依赖替身。2025年11月，程毅在拍摄威亚戏时不慎撞到头部，引发粉丝担忧，他本人第一时间报平安。剧组也公开致歉并承诺加强安全管理。这种真拍、敢拍的态度，也让不少观众对成片质量更加期待。更重要的是，两京15日并不止于一场逃亡冒险，剧集借助大运河这一叙事线索，展开了一幅明代社会的群像画卷，曹帮势力的博弈、纤夫的血汗生活、地方官民的矛盾冲突都被逐一呈现。运河不仅是地理通道，更是权力、经济与民生交织的象征。江佩瑶饰演的苏京熙是剧中极具现代意识的女性角色，她为查清闺蜜因殉葬制度而死的真相，选择以医者身份行走江湖，代表了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。吴杏健饰演的于谦则以理想主义者的姿态展现了忠诚、正直与担当。从人物到叙事，从制作到表达，两京15日都展现出难得的野心与完成度。纨绔太子的蜕变，复仇捕快的挣扎，女性意识的觉醒与理想主义的坚守，在15天的生死奔袭中交织展开。或许也正因为如此，这部尚未播出的作品已经被不少观众视为2026年古装剧市场中最有希望大爆的种子选手之一。至于他最终能否兑现期待，答案或许就在那条奔流不息的大运河上。